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键盘买到快吃土的 Joe， 欢迎大家收看这部影片。在几天前呢，我收到 YouTube 转给我的第一份酬劳。没错，在我拍影片1年多以来，我终于有了第一份的收入。所以今天这部影片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专做键盘的 YouTuber 在1000多订阅的情况下，努力1年究竟可以回收多少钱吧。现在呢，就让我们来进入 YouTube Studio 的后台来看看我们的数据吧。现在本人的订阅呢是1696，对，慢慢有进步，稳定成长中，非常棒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呢，我平均的月浏览次数的话，大概是15000到2万左右。过去这365天的观看次数是25万，感觉还不错吧？虽然说跟比较大的 YouTuber 比起来，他们一部影片早就超过我的。过去1年的话，观看小时大概是接近1万了。如果你要争取 YouTube 的广告收入的话，过去1年的观看时数是要超过4000的。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大概是达标了。去年这时候呢，我订阅数大概只有300多，对，经过1年努力之后多了1300，还不错，我还蛮满意的。好，大家看到最后收入的部分，由于呢我过去这1个月我真的蛮懒的，拍完第100把键盘之后我就荒废了一阵子，对，所以赚的其实不多这样。过去1个月的广告收入大概是10块美金，让我们来看一下过去1年我总共在 YouTube 上赚了多少钱。答案揭晓了，我总共赚了163.66美金，但是因为 Google 是美国的公司，所以他会把美金汇到我户头，所以美国那边要抽税，台湾要抽税，所以最后到我手上的钱是3798元。如果除以12个月的话，大概是每个月300块，换算出我拍影片的时数的话，大概是每小时10块台币。这个钱呢，主要是来自于广告收入，就是如果大家看我影片的话，在开头跟结尾的时候都有播放广告。如果你有看这影片的话，我就可以获得微薄的收入。对，不过呢，这广告收入基本上是跟 YouTube 对半分的，所以最后到我手上的钱真的也不太多。不过呢，收到这小小的红包也是蛮开心的啦。但是呢，大家看进度条的话，发现这部影片其实还蛮长的。为了让大家能更好理解3798是怎么样的概念，所以我决定呢，把它全部花掉，拿去买键盘。没错，让我们来看看我在 YouTube 上这1年的收入，究竟可以买到什么样的东西，可以煮出什么样的键盘。所以现在呢，就让我们把这3800块全部花掉买东西吧。没错，赚钱是为了买更多的键盘。对，这次赚了3700多块，我全部呢刚好拿来买这些东西。含运费的话，刚好就是这一次的 YouTube 的收益。这次我买的东西包含套件、轴体跟键帽，刚好可以组成一把键盘。现在呢，就让我们来进入最令人期待、最开心的开箱部分吧。让我们来开箱第一个包裹。跟大家说明一下，过去这1年多以来，我完完全全没有接过任何一个业配。不过呢，我有从厂商那边收了2把键盘，就是来自于台湾的乐维科技，他们是 RK 在台湾的代理商。然后现在我手上这个东西并不是我买的，而是乐维科技寄给我的中秋礼品，厂商赠品也算是我这1年来付出的回报吧，也是刚刚才收到的。让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的东西吧。其实我完全不知道他寄了什么东西给我。纸袋蛮漂亮的，唐村应该是跟键盘没什么关系，上面还附了一个卡片，以科技为探索未来的根基。乐维科技祝您中秋佳节愉快。既然是人家的心意，就让我们来开箱吧。这个包装真的很漂亮，我小朋友应该非常喜欢。这边感谢乐维科技的心意，我确实是收到了。下一个是我为了组织这把键盘买的轴体，因为这轴是我跟我朋友面交的，所以没有包装。这轴呢，就是之前非常有名来自惠木星的 cheese 轴，这是完整的盒装，还附了3块可爱的小 cheese。然后这次我买了100颗，因为是我跟朋友买的，所以比较便宜，花了我800块。所以今天要使用轴就是这个 cheese 轴。然后前几天呢，我也花了一点时间把它手润一下，待会就来看看上到键盘上的效果吧。好，下一个看这大小呢，应该就是我们的键帽了，是比较好一点的键帽，对，花了我900块吧。好，这个键帽呢是来自于 Drop DCX 的WOB， 就是 White on Black， 就是白底黑字，对，黑底白字，它的盒子是蛮高级的。其实 Drop 的 DCX 是属于比较进阶的键帽，双是注出 ABS 的材质。我刚看了一下官网的话，原价的话大概是要99美金。不过呢，我这次是买的2手别人用过的，这套总共花了我900块。说实话，这个做工跟质感基本上已经非常接近于 GNK 了，所以待会就来用看看吧。最后迎来的就是我们键盘的套件，这把来自 NONO 工作室的 N65， 对，是一个65% 全铝合金的单模键盘。这把键盘呢，依然是我在网络上收的2手键盘，不过呢是全新未组的，上面还封着膜。这把键盘呢，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知道，有一位大佬推坑之后，就由我来接收了。这是一把有自己设计的客制化套件，是一个天包地的设计，上盖呢有做这种阶梯式的处理，然后底壳呢是这种平台式的凸起，配上这圆形的防滑铰链，形成一个自然的打字角度。我觉得是一把偏精致、比较
女性化的一把小键盘，上盖大红色配上这底壳的奶白色，有一种简约的利落感。然后内栏部分呢是单键开槽的 PCB 低式定位板，夹心面、轴下垫跟底面都有了。然后这把键盘入手价是1900块台币。然后顺手呢，我也跟这个卖家买了这个土匠的大键，可以用在数字距离功能区的。因为我平常比较习惯使用小键盘，所以大键盘有些区域其实我用不太到。然后这小盒呢只花了我100块，我真的觉得很划算。好，所有的零件都准备完成了，有套件 Nono 的 N65，惠木星的70周，配上这套 Drops 的 DCX White on Black， 一共呢加运费大概是3800块，不多不少就把我这次的收入全部花掉了。虽然说听起来蛮贵的，不过呢就这些东西的原价来说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还蛮划算的啦，应该啦。所以现在呢，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，就让我们把这把键盘组起来，看看我花费1年努力下来所获得的键盘究竟是什么样子。就让我们来开始吧。键盘组装完毕。对，说实话，这个键盘组出来成果比我想象中还要好了不少。这次 Drops DCX 的 White on Black 这个双色注数的字符，以及这个 ABS 的手感，真的是非常顶级。也诚如一位键盘前辈所说过，每个键盘玩家都应该有一套 White on Black 黑底白字的键帽，真的是不管搭配在什么样的键盘都非常好看。然后是这次所使用惠木星的70周，经过我使用米勒3204润滑之后，声音跟手感真的超赞的，不过之前已经体会过蜂蜜轴了，所以相对而言并没有给我太大的惊喜。这次让我最惊艳的是这把键盘套件来自 Nono 工作室的 M65。其实一开始我对这价位的套件其实并不会抱有太大的期待，然后之前呢我也完全没听过这把键盘，不过开箱之后呢我才发现这把键盘真的非常优秀，键盘的做工非常精致，不管是上盖的阳极以及底壳电泳，质感都非常好，完全找不出一丝瑕疵。虽然说整体上的设计元素不太多，但是每个细节呢都有自己独到的想法跟设计，像是正面这个阶梯式的结构是带有这个圆弧的处理，并且 Type-C 出口呢是蓝色拼接的设计，背面印刻 logo 以及圆形的这个防滑脚垫，整个观感呢都是非常圆润好看的。整个键盘带给我的体验呢，绝对是中阶客制化键盘以上的水准表现。虽然说这键盘总花费到达了3800块，不过呢，对于一些对品质以及外观有要求的人来说，花这样钱得到这样的效果，我个人觉得 CP 值还是蛮高的。所以这把键盘呢，就是我在 YouTube 上努力1年的成果，我个人是觉得非常值得。最后让我稍微唠叨来聊聊一下我这1年在 YouTube 上的心得。说实话，1年来不到4000块的收入，1个月的收入还不如一般外面上班1小时的工钱，也常常会怀疑自己，问自己说为什么要继续做这样的事情。我就开始回想起当初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的初衷，就只是为了想训练自己讲话，训练自己口条以及陈述方式，期望自己在面对镜头的时候能够更舒服的讲话。同时呢，我也可以分享自己的喜好以及兴趣，期望我提供的资讯能够帮助一些刚入门的键盘玩家。就是凭着这样一些的傻劲以及冲动，支持我走到现在。有时候真的很想放弃，但是我走到这边回头看的时候呢，一开始我想要做的那件事情都已经一步一步的达到了。我觉得到现在呢，我讲话真的是有不少的进步，面对镜头、面对别人的时候能够更有自信，并且对于拍片这件事情可以显得更加自然，不会有压力，只是会觉得有点懒惰就是了。我相信那些东西呢是无法用金钱去衡量的，也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部分。所以其实这3000多块对我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，因为我已经实实在在获得我想要的东西。多的那些钱呢就可以让我挥血，或是可以举办更多的抽奖活动来回馈大家的支持。所以呢，我应该还是会继续玩键盘，继续拍片下去。只要我在这条道路上可以继续有成长、有收获的话，我应该是不会这么早退坑的。好，以上就是这部影片所有的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也欢迎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。我是就是爱玩键盘的Joe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